大家好，我是 Manson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有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自己的收入来源是属于什么？有没有想过世上有哪些不同的收入来源？例如，还有什么方法或者途径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，甚至跨越阶层，从穷人变成富人呢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观看的《富爸爸穷爸爸的财务自由之路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是由罗伯特书写，并且已经面世了接近20年。书本的内容从根本上颠覆了普通人的财富观念，也对现代人的财商造成巨大的影响。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是分享罗伯特的一生的致富秘诀，让一些想改变自己经济状况，或者是创业，想要致富、想要成功的人得到启发。而这里我会讲解富爸爸内容中最重要的财商基本理论，也是 ESBI 4现象。这4个线主要说明不同的收入来源与工作形态。这里分别是指 E 代表的是职员， S 代表的是自雇人士或者自由职业者， B 是企业家， I 是投资者。那接下来我会逐个现象开始说起。第一个是 E 代表雇员，也是以时间换取金钱的上班族。他们的性格是注重安全，他们是喜欢享受保障或者福利的人。更好理解就是他们可以是公司的总裁，也可以是公司的保安。问题不在于他们做什么，而在于他们与雇佣他们的个人或组织所签订的协定。当我们听他们说保障或者福利这些词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人本质上是哪一类人。保障这个一个词经常被用来回应恐惧心理的词，来自E现象的人会经常使用这个词。当问题涉及金钱和工作的时候，很多人甚至憎恨那种来自于经济不确定性的恐惧感，因此渴望获得保障。福利这个词意味着人们还喜欢某种额外的报酬，也就是一种明确的有保证的额外津贴，诸如医疗计划或退休计划。不确定性会使他们感到不快乐，也不放心。他们内心会说，我将给你这个，同时你得答应我给你那个作为回报。他们希望某种程度上的确定性来平息他们心中的恐惧，所以他们就业时会寻求保障和严格的协议。他们通常会说，我对钱并没有那么感兴趣。这的确是事实。对他们来说，保障通常比金钱更重要。第二种是 S 型，这种类型的人是自雇人士，他们通常是一些专业的人士，想自己做自己的老板，或者喜欢自己为自己做事情。我们称这类人为亲力亲为的人。通常提起金钱这个话题时，这类人不喜欢他们的收入依赖别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自雇人士他们努力工作，他们希望他们的工作得到回报，而这些回报不是被别人支配。如果他们努力工作，那请付他们高薪水；如果工作不努力，他们也知道不该得到这么多。对于钱，他们持有相当的对立的态度。许多自雇人士，他们不愿雇佣或者培训他人，因为一旦结束培训，这些人通常会变成他们的竞争对手。这也使得他们更加努力的工作，亲自做事情的原因。第三种是 B， 也是企业的老板。企业的老板跟自雇人士不同的地方是，他们喜欢委派工作，因为他们的座右铭是，如果你能雇佣别人为他工作，并且他们能做得比你更好时，为什么要自己做呢？亨利·福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。有一种流传的说法，讲一群所有的知识分子谴责福特无知，他们认为福特实际上什么也不懂。为此，福特邀请这些人去他的办公室，并鼓励他们向他提问，他愿意回答任何的问题。这个小组召集了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，并开始向福特提问。福特聆听了他们的问题，当问题结束时，他仅是打了几个电话，叫来几个聪明的助手，由他们给小组想要知道的答案。最后他告诉这个小组，他喜欢雇佣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知道答案的聪明人，这样他就能让自己的大脑保持清醒，以便做更重要的工作思考。福特的一句名言这样说道，思考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工作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少人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。而最后一种是 I， 也是代表投资者。投资者的定义是，他们喜欢用金钱及财商
人脉或者是资源去创造财富的投资家，对他们来说，时间和金钱都很自由，而他们的性格特点是非常注重自由。投资者会用钱来赚钱，他们不必工作，因为他们的钱在为他们工作。这个现象是有钱人的游戏场，不管人们在哪个现象中赚钱，如果他们希望有一天变得富有，那么他们最终要进入 I 现象。正是在投资者这个现象里面，钱才能会变成财富。了解了这几个现象，大家都会很疑惑，为什么学校都是教我们怎么做好一个员工，为社会做贡献？因为学校的教育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雇员。而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当中， E 跟 S 现象的人占了 90%， 而老板和投资者只占了 10%。 但很奇妙的事情是， E 和 S 现象的人总收入占全世界的 10%， 而老板和投资者的现象，他们的总收入却占全世界的 90%。 造成这个现象，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拥有富人的思维以及共甘这个观念，而这个正是学校没有教的东西。而 B 和 I 现象的人正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那一群人，因为他们的收入是属于非工资收入，又或是说杠杆收入。在 BI 现象的人，他们可以在财富以及时间上拥有自由，而这正是这个原因，我认为你应该从你现在所属的 E 和 S 现象前往 BI 的现象。大多数人处于在 ES 现象当中，就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人，又或是说被许多锁链给绑住了，而这些笼子和锁链也就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可能需要持续这样工作40至50年，直到65岁他们从笼子里面出来，接着他们带着非常少的退休金去过剩下的日子。或者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些疑问，我们该怎么去做才能前往 B 跟 I 现象呢？而这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先培养 I 跟 B 现象的人的思维，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。在学校里，老师不会想要你犯下任何的错误，只要犯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，因此很多人的思维也被局限住。但很值得思考的是，有钱人都是曾经不断犯错且不害怕失败的人，他们从中学习到很多宝贵的经验，这就是有钱人跟穷人思维的不同。但穷人会一直把心思放在如何存钱储蓄，如何减低支出，而中产阶级也特别专注于负债。只有有钱人会专注于不断带来被动收入的资产。想成为或变成有钱人，应该都曾听说过0到1最难，但1到100很简单。所以在结尾的时候想告诉大家，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行动力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这里 Manson 给大家一些小建议，我们可以先改变自己的思维，改变对金钱的看法。而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来说是处于在上班的状况，我们可以尝试去建立不同的被动收入，可以尝试去买入一些股息股，或者与其他人一起去投资房地产，让钱替我们工作，同时让自己成为线下的投资者，未来才有机会赚更多的钱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或者所说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定期在 YouTube 上面和大家分享我关于财富、思维、自律等思维模式。大家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前进的动力，谢谢。好不好不再重要，过去已过去，谁能够计较所有问号？既然没答案，不如把它变成最美的句号。从前的伤痕已经不会再疼，那是我的回忆里永远亮着的灯。我以为我们看见了永恒，原来只是过程。
没有责任，就把它当成写坏了的剧本。